近期以来，在美国的搅局下，国际局势逐渐开始动荡不安。英国军舰强闯俄罗斯的领海后，被俄军机轰炸驱离的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本以为俄罗斯这样的强硬回应会大大挫败西方国家的锐气，可想不到的是，非但没有效果，北约还变本加厉，开始大量派兵进入了黑海。这一下，俄罗斯可能要被彻底惹怒了。据观察者网援引美国相关媒体消息报道，在英国保卫者号驱逐舰进入黑海海域被驱逐之后，一艘意大利弗吉尼奥法桑号护卫舰，以及一艘土耳其护卫舰和一艘罗马尼亚护卫舰也相继进入了黑海进行军事演习。随后，北约又在一份声明中称，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土耳其进入黑海之后，北约方还将派海军编队继续进入黑海进行联合演习。很显然，北约似乎对俄罗斯驱离英国护卫舰的事件感到不满意，所以在事件发生后，不顾俄罗斯的警告，继续派军舰进入了黑海。但是，身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自然会对这样的行为不会服软。据国际文传社消息报道，俄国防部称，俄罗斯黑海舰队随后将派2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在黑海主动开火攻击假想目标，实行实弹军事演习。此外，有相关人士消息透露，俄罗斯将在黑海派出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别尔哥罗德号出海进行测试。这艘核潜艇不仅体积庞大，还搭载了有6颗核动力鱼雷，因此足够大的威慑力也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军事专家的关注。俄罗斯此时放出了这个大招，也是给这些来黑海举行军事演练的国家来了一次严重的警告。从俄罗斯国防部放大招的情形来看，北约已经逐渐惹怒了普京，俄罗斯开始部署了反扑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也在一项节目中放出了狠话。他表示，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派军舰来黑海举行军事演习，实际上这就是恶意对俄罗斯耐心的挑战。但是他们并没有赢的机会，因为俄罗斯是在为自己的领海战斗，他们才是真正拔山千里的攻击者。普京这样的表态也是说明了，如果北约继续挑战俄罗斯耐心的话，必定会开战，而最后胜利的一方还是俄罗斯。美国是被公认的欺软怕硬的霸权主义者，如今看到霸权受到威胁，就勾结北约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围堵。但是他们这次遇到的是强硬的国家，如果还不从自己的黄粱美梦中醒来的话，那必将会吃到炮弹带来的苦。海军一直都是英国的骄傲，英国人在海上除了美国是谁都不服。最近，高傲的英国海军在俄罗斯面前吃了大亏，在世界上狠狠地丢了面子。然而，英国海军却不知悔改，还想到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挑衅，通过这种方式找回被俄罗斯狠狠打击的自信心。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即将从地中海区域前往中国南海地区，参与美军捣鼓的自由航行行动，与其他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挑衅。以往人民解放军为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都是跟踪监视、广播驱离等方式对待他国舰船的，最严重的时候也只是调转船头，迫使他国舰船改变航向。俄国媒体认为，在看见俄罗斯与英国驱逐舰事件之后，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的警示心态。他们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此次事件中的反应特别关注，并且《环球时报》曾特别发表过一篇关于使用电磁武器应对入侵军舰的报道。澳大利亚军事专家也认为，此次英国航母将面临严峻局势。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布坎南表示，虽然英国很想向世界展示其大国地位，此次派遣航母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布英国海军的回归，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在中国南海地区面临比黑海地区还要严酷的考验。英国海军将受到比上次还要深刻的教训。他认为，在南海很多岛屿，中国已经建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很多先进的装备都部署在这些岛屿，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海军强国，拥有先进的反舰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伊丽莎白女王号踏入南海的那一刻，将被中国死死盯住，只要中国愿意，就可以瞬间将其变成一堆废铁。中国人虽然崇尚以和为贵，以谦让为美德，并不代表中国人软弱怕事。在国家尊严受到挑衅时，中国人不会畏惧；在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时，中国人更不会退缩。英国海军此次在黑海挨了揍，却不知反省，还依旧认为自己是旧时代的大英帝国，希望在中国南海找自信的行为是极其幼稚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落后的清政府，英国也不再是曾经强盛的大英帝国，世界也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容忍英国航母在南海耀武扬威的。如果英国航母敢在南海遇见声势，那么这次的教训将会让他刻骨铭心。
在荷兰与英国两国军舰先后遭到俄罗斯军方的警告驱离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对峙便再度升级。在此背景下，北约近日对外宣布，将在黑海海域增兵，与另外2艘北约军舰一起参加在该海域的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不难看出，此次军演的挑唆者是美国，在非战争时期采取军演的方式在黑海挑衅俄罗斯。尽管对于普京来说并不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但面对如此狂妄的举动，俄罗斯当然不能示弱。日前，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通过测试部署在该地区的防空系统作战能力的方式，来警告北约军队不要试图找死。同时，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近段时间还在太平洋深处专门展开了针对美军航母和核潜艇打击的军事演习。除了在军事上的反击外，俄罗斯也在其他方面展开了猛烈的出击。根据当地时间7月1号消息显示，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消息，对外宣布将4个欧洲非政府组织逐出境。据悉，这其中就包括英国的俄罗斯未来基金会以及霍尔多科夫斯基基金会。牵连其中的还有法国在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欧洲选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普京下达命令，禁止任何人服务于境外的非法机构、组织和对俄不友好的组织。这些组织打着基金会的名义，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渗透破坏，培养亲西方的公知以及反俄人员，早就对俄罗斯联邦宪法秩序以及安全的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如今，俄罗斯针对的就是这样的极具破坏的西方组织，并且其出手非常强硬。同一天，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外国社交媒体巨头在俄罗斯设立办事处。1天之内，普京接连对西方出手，招招致命。今后，西方想要以基金会的名义收买亲西方公知，无疑难于登天。不过话说回来，俄罗斯果断祭出杀招，显然也是不怕西方的谴责和制裁了。看来这次普京是真的发怒了。可就算是如此，怎么又扯上中国了？在普京对西方出手时，传言有外国媒体气急败坏，声称普京这是在喊话中国，给中国上课，希望中国也能像俄罗斯这样强硬反击，狠狠敲打一下西方。中国在此时成了攻击对象，分析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毕竟相比俄罗斯的处境，中国如今并没有好到哪去。西方接连在中国的地盘搞事情，我国就算不在军事上反击，也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加大力度进行严打。只有强硬出手，才会让敌人安分。自中国展露崛起势头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打压和围堵。其中围堵的重要一环，就是在地缘政治上建立起一个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试图将中国完全压制在太平洋地区。可以说，这一战略听上去似乎十分雄伟，一旦真的被压制在这一包围圈内，那么中国的崛起进程必定会大大受阻。但是这一战略真正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被认为是处在印太战略关键一环的印度日前就被公开处刑。一直以来，印度都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被世界所关注。在海运日益重要的当下，遏制印度洋咽喉的印度也似乎凭借着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变得底气十足。尤其是在同中国的交往中，印度姿态十分强硬。近日，印度军队试射了一枚新型的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印度官方消息称，这枚中程弹道导弹烈火 P 以较高的精度完成了这次试射任务。不仅如此，印度国内甚至还表示，这枚导弹可以与中国的东风21D 弹道导弹相媲美。这样的言论简直是可笑至极，谁都知道印度的导弹技术是什么水平。况且，就算这款导弹性能先进，也无法同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D 相比。这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对于印度的烈火5洲际导弹，印度方面认为其射程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可以说，印度人可太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也或许正是因为印度这样的迷之自信，迷惑了美国乃至西方国家，让他们都认为印度是遏制中国崛起的关键伙伴。但是日前，国际专家比姆·布特尔就戳破了这一假象，向印度泼了一大盆冷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印度都不可能是世界强国，也不可能遏制中国崛起。布特尔能够说出这一番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根据报道介绍称，布特尔曾经实地对南亚进行过细致的观察，他坚信他对印度的这种认知迟早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印度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见的是，没有了综合国力的加持，单凭借着这一关键地理位置，印度又能在遏制中国这件事上发挥多大效用呢？印度人所认为的他们可以重新平衡中美力量，如今看来又有多愚蠢呢？
而对于美国而言，缺少了这一关键力量的扶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印度还是美国，早日改变对华态度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只有失败这一种结果。